我是京城贵女，也是丑女，因为丑，我的婚事极为坎坷，门第相当的看不上我，门第低的爹娘看不上，一直熬到我18岁，爹娘实在无法，于是谢恩以报，让新科状元娶了我。新婚夜，状元板着一张脸转身离开，不到1月便抬进了一房姨娘，我才知这是他同我爹娘的交易，他娶我光耀门楣，爹娘默许他娶青梅当姨娘，唯一条件就是姨娘不得有子。当那避子汤送到小青梅面前，我却伸手打翻了它，我语气一如既往的淡漠：够了。我自生下来，脸上便有一处盖住半脸的胎记，如墨色晕染，却误落画纸，成了我皮囊的缺陷，以及我的半生噩梦。我念书极佳，出口成章，却仍不受叔叔先生待见。我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却从未登台，他们只会欲言又止地看着我左颊的胎记，就连生养我的爹娘也会看着我的胎记唉声叹气。在有意无意的嫌弃与排斥中，在愚钝的人也会被磨出棱角。我力争事事做到顶顶好，妄图驳回些许本就该属于我的尊严，却又不可避免地陷入极大的忧愁。我时而会怒视铜镜里的那处胎记，时而会幻想如若我脸上干净洁白，我的人生应当顺遂无比。我成长为一个扭曲矛盾的自己，如万箭穿心般的无数眼光，或我披上伪装和淡然的假面。我想，只要我表现得足够不在乎，就再也无人能伤害我。我就这样半真半假的活着，直到年岁渐长，别女百家求，而我却无人问津时，爹娘慌了。我没慌，但我感到了巨大的羞辱。我如同被挑剩下的毫无价值的物事一般，所有强装的自尊尽数瓦解。我开始闭门不出，终日消沉。爹娘急得嘴角冒泡，兔子急了尚且咬人，人急到极致也会做出些极端的决定。于是爹找到了新科状元，让他娶我。新科状元名唤秦宪，是寒门子弟，别无倚仗，唯有一多病老母。我爹什么都没有，唯有钱财，自爱做善事，而苦难与天赋的并存，给秦宪镀上一层神性，惹得我爹悲悯无比，招他入府，助他求学。我爹原是无所图的，但自他一举及第，成了炙手可热的新科状元。再加上我婚事棘手，我爹便动了不该动的心思。秦宪虽住在江府上，但我们交集甚少，我甚至都记不得他的相貌。我对这桩婚事除了保全面子的松了口气，还有一些隐晦的快意。尤其当有些人因着秦宪这个新科状元送来请帖，忙着结交我时，我内心舒爽无比。那些破碎的尊严重新缝合到了我脸上，覆盖住了我的胎记。我依旧表现得很高傲淡然，但这次似乎有底气一些。爹娘同我说，秦宪一介白身，关系全无，待你成为当家主母，自是要操持人脉，周旋关注外的人情。我一向听劝懂事，便接了请帖赴约。其实贵女还是那些人，只是换了张截然不同的嘴脸，恶意在一瞬间消退，虚伪的善意纷至沓来，令我几近作呕。他们在此时又似乎看不见我的胎记了，可我不还是原来的我吗？我感到了极大的讽刺和快意，而我也嫌恶此刻快意的自己。我总觉得有一个东西在我体内流窜，我本该抓住它的，可我一直抓不到。我甚至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，我只知道确实有这么个东西。我受人追捧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，我也才18岁，我对婚事也有旖旎幻想，可这种种幻想在新婚当夜尽数破碎。那是我第一次这么清楚地看到秦宪，他身材高挑而清瘦，五官惊艳，只有极致寡淡的书生气。那晚秦宪疏离告辞，颇有礼节，实则礼节全无。于是我便明白了，我的婚事不会是我人生一帆风顺的开端。秦宪不愿与我同房也没关系，这种丢脸只在府邸之内，外头的人不知，便不会对我指指点点。我对尊严的追求几近扭曲，只要表面看着是好的，内里有多腐烂，我不予追究，也追究不起。我强迫自己乐观地想，只要我在秦宪面前再表现多一点，事情就会变好。可我没机会。成婚不到1个月，秦宪便抬进一房姨娘，名唤罗之堂，全城哗然。听闻他俩是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那我算什么？算攀高的云梯，还是喘气的摆件？我怒不可遏，回娘家告状。我本以为爹娘也会因此不忿，却不料他们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。我才知道这是一场交易，秦宪娶我，条件是抬他的青梅做姨娘，太荒谬了。交易本体就如棋局之子，无感无痛，任人摆弄。可我是人啊，我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啊！生我养我近20年的父母，竟连显而易见的这一点也没有察觉到。我惊骇得四肢发冷，缝合好的尊严再度落地，我沦为了全京城的笑柄。秦宪依旧礼节周到的视我于无物，原本该是我的拜帖，却纷纷转头送到罗之堂房中。巨大的恶意扑面而来，我紧闭房门，不愿出去。可我没想到罗之堂会叩响我的房门。那天是极为寻常的一天，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他。他长着一张很普通的脸，但胜在脸上没有胎记，便在容颜上比我高了一等。罗之堂朝我行了个不甚标准的礼。她是农家女，现学现卖，甚是滑稽。我本想摆架子的，可看她鼻尖沁出的细汗，以及脸上强行压下却止不住冒出的局促，我便心软了。但我的嘴依旧不落下风。你有何贵干？是要同我炫耀他与秦宪感情深厚吗？是要嘲笑我身为贵女却连夫君的心也拴不住吗？稀少受过他人善意的我，对别人的揣测一向是极其恶意的。我不自觉地挺直脊背，觉着似有一场恶战要打。可罗之堂却只是把手中一叠东西递给我，那是这些日子别人给他的拜帖。他说，姐姐是当家主母，这些
自当先经由姐姐之手。我总觉得有什么陷阱，可他只是笑，笑得有些憨厚，甚至于有些讨好。我狐疑地看着他，声量大了一寸。那便放我这儿吧。我倒要看看他想耍什么心眼。我等了好些日子，都没见罗之堂露出什么端倪，倒是外面传来了些许风声，说江家的女儿人虽丑，倒是端的一把好手段，把秦状元的爱妾拿捏得死死的，没他一声允许，小妾压根不敢有所动作。于是势力的拜帖又流水般进了我房。我仍不信罗之堂会这么无端端的替我立威出气，于是我穿过府邸去找他。秦县确实把罗之堂保护得很好，大抵是怕我这毒妇有什么坏心思，把我和他的房硬生生隔在府中两边。我走到脚底发热生疼，才来到他的房门前，只是我手指还未扣响房门，便听见里头传来争执声。罗夫人还是从了吧，今日这药你是喝也得喝，不喝也得喝。这道声音极为耳熟，是娘身边的红嬷嬷。只听罗之堂颤抖的声音里有着掩饰不住的恐惧。你们这般不怕我告诉阿谢？就你这卑贱农女，也配直呼姑爷的名讳？红嬷嬷语气冰冷。老奴实话告诉你吧，当日江老爷许姑爷娶你，条件便是断你子嗣，你说与谁听都无事于补。罗之堂喃喃道：这怎么可能？罗夫人还是莫浪费力气了，赶紧把药喝了，老奴也好交差。我不喝！看来罗夫人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。重物落地声传来，似是打翻了桌椅。我有些失神地立在门外，一个莫名的想法突然涌上心头。如果罗之堂当真不得子嗣，那么我势必便可坐稳这当家主母之位。可当罗之堂的呜咽声传来时，我又几近不受控地推开门，只见罗之堂被两个粗使婢子压倒在桌，凳子掀翻一地。红嬷嬷粗暴地掐着罗之堂的两颊，拿着药碗便要往他嘴里灌。我心口惊骇不已，声音却几乎不带任何情绪地说：够了！众人自闹剧中抬眸看向我，红嬷嬷最先开口：小姐，老爷夫人说，爹娘那边我自会给他们一个交代。我惯会摆出一副震慑的冷脸。红嬷嬷，带着你的药离开吧。红嬷嬷只得答应下来，两个婢子齐齐松手。待到他们离开，我扶起罗之堂，他两颊被掐得有些发红，眼眶含泪，给小家碧玉长相的他增加了楚楚可怜的滋味。但我不是秦县，我自然没有什么怜香惜玉的心思。我语带嘲讽地说：看来秦仙也没有那么喜欢你。罗之堂却只是道：我了解阿谢，他不是这样的人。我却更觉讽刺，他若不是这样的人，那他为何要娶我？罗之堂脸眸不语。我继续道：还不是因为我家权势，他乐得攀高枝。罗之堂急急道：不是这样的，阿谢是因为……他又似乎想到什么，突然不再说下去。我心生好奇，倒想看看罗之堂要为他如何辩解。可罗之堂最后却只还是那一句：阿宪他不是这样的人。我觉得无趣极了。这时屋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秦县的声音有止不住的紧张。阿棠。罗之堂骤然站起身，与门外秦县双双对望。我第一次见到秦县这般不自持的模样，他额角满是细汗，胸膛不住地起伏着，他的声音有些许的哑。你没事吧？罗之堂摇了摇头，垂眸看向我。多亏江小姐出手相助。秦县顺着罗之堂的目光，这才注意到我，他朝我拱手，语气诚恳：多谢。我只是无声地扯开嘴角，毫无预兆地开始发难。罗夫人方才唤我什么？罗之堂没料到我会变脸变得如此之快，原本就惊魂未定的脸上再次血色全无。江小姐，我看向秦县。秦县，你如今也是有官位在身的人，台进的姨娘却连这点规矩都不懂。无论是有意无意，罗之堂这般称呼我，都仿佛是在说我的这段婚姻言不正名不顺，是在打我江家的脸面。我可以替罗之堂挡下婢子汤，因为我打心底不认同我爹娘的这个做法。生育子嗣不是女子必然之使命，但也断不可被剥夺。然而如今他这个称呼，就仿佛是在嘲讽我，嘲讽我江家。秦县有一瞬间的愣然，思考半晌才出声道：可否借一步说话？我冷冷地看向他。我和秦县来到了小庭院，两人堪堪坐下，秦县便说出了我意想不到的话。他说：江小姐，如若你以后遇到良人，我会放你离开。火气在一瞬间上涌，我几乎失智一般，扬手就狠狠扇了秦县一巴掌。清脆的皮肉声响起，秦县却表现得极其平淡，仿佛是意料之中。他开口：我知道，江小姐并非心悦我才嫁与我，而我对江小姐也无一丝肖想之意。我厉声斥道：秦状元还真又当又立，既无此意，又为何娶我？说到底不过是贪图我家权势，你们读书人的气节何在？
掌印在秦县脸上，红彤彤一片。他却仿佛感受不到刺痛一般，淡然开口：不管江小姐信不信，秦某此生都会护江小姐周全，以报江家赵府之恩。秦县说完，便欲转身离开。我喉口干涩无比，那话终于在万般纠结中问出口：是因为我的容貌吗？是因为我丑吗？所以我不配得到世上除父母之外其余人的善意与喜爱。话刚一出口，我就有些后悔，这就如同自己露出了软肋，捧上了自己的脆弱，连带尊严，任人践踏。秦县身形一顿，扭头看向我，眼神有些迷茫和疑惑。他回答的毫不犹豫：自然不是。秦县看着我：秦某曾在江府一睹江小姐佳作，江小姐文才卓绝，比之我毫不逊色。听闻江小姐琴棋书画无不精通，你这般才情绝艳之人，为何只单单看到自己容貌之瑕疵？可人不就是这样吗？一向善于以己之短比彼之长，可一向如此便对吗？一向哪能如此？江家官承3代，庇佑后世，我以为这等荣盛会一直如此，却不料官府抄家，爹娘入狱，而我又这般恰巧的嫁了出去，躲过了一劫。但世上哪有那么多恰巧的事情？那些被我忽视的东西，在此时全数涌起。我想起18岁生辰那日，郎君依旧无忌，爹娘乐呵呵地安慰着我：没有合适的人更好，彩儿还能再陪我们一阵。而在此后的2个月，爹娘便开始着急忙慌地寻着适龄儿郎。初时我还以为爹娘是顾着我的面子，此时想来，当时却是想得亲切。爹娘2人从不怨我将就，却为我寻了个另有心上人的郎君，甚至默许他抬姨娘。电光火石之间，我蓦然想起当日秦县的话：不管江小姐信不信，秦某此生都会护江小姐周全，以报江家赵府之恩。所以秦县知道些什么？我急匆匆地往书房赶，门口的小厮远远地看见我，就好像已经收到吩咐了一般，默默敞开房门。我这会也没想那么多，抓着裙摆便进屋。我爹娘的事，你知道吗？秦县脸上没有丝毫异样，他只是点点头。你从何时就知道此事？江老爷找我谈及这场婚事时，便说了这件事。他预料到这场牢狱之灾，也知道自己无法躲过，所以希望能用婚事将你摘出来。我几乎有些站不住，扶住桌台堪堪稳住。这场灾祸因何而起？秦县拧拧眉心，良久才道：我会想法救出江老爷和江夫人，你不必忧心。我倏地一笑，语带讽刺：你不是说我知文略比肩于你，怎么这会儿却是瞧不起我？觉着我就算料然此事，也毫无助力，只会徒增烦恼。秦县有些怔然，他自然不会知道，男子当道，这些规训就如同烙印一般，深深刻入了骨髓。这世道，纵然偶尔会有几声对女子的赞赏，那也不过是口惠而实不至。在男子心中，女子从来都不堪大事，只配在他们羽翼之下存活。就连我爹，一手将我培养成才女的我爹，也只会在口头上毫不吝啬地夸赞我的种种。而到了这般危急关头，他却宁愿去相信一个作为外人的男子，也不愿先转头来同我商量，就仿佛我只配依附男人而活，如这世上所有女子一样。秦县沉默片刻，愧意慢慢染尽整张脸，他终于全盘托出：江老爷在朝堂站错了阵场，卸下2皇子失势，4皇子上马，自要清算2皇子势力，砍断他的膀臂。于是4皇子便造了个通敌的罪名，请圣上把江家抄了。也幸为证据不足，当下只是入狱审查，我们还有机会。我眸色暗涌，自然还有机会。下狱是当今圣上亲口下的令，却未对我江家赶尽杀绝，这自然不是因为什么证据不足，而是意味着皇上对2皇子仍抱有希望。江家不过是圣意的具象，只要2皇子一日没成为弃子，我便有机会救出我爹娘。思绪在一瞬间迅速捋清，我看向秦县，如何能见到2皇子？秦县眼神有些讶然与赞赏，他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快想通其中因果。他这次回答的极为爽快。长公主的春日宴，2皇子会去，我已拿到请帖。我默下眼眸，一个计划逐渐成型。长公主的春日宴自是带上了皇家的气派，珍馐美酒，贵女云集。我与罗之堂拿着请帖前来，昔日主动示好的贵女，这会对着我们2个却很是踟蹰。江家才落下大狱，罗之堂又对我言听计从，秦家却还是要结交些许的。最后他们还是碍于秦县新贵的名声，终是泄出些隐晦的敬意和善意。我并不感到意外，见风使舵，阿谀奉承的虚假空洞，我自小便浸淫其中。只罗之堂还未见过这般场面，倒是生出些扭捏与不自然。整场宴会，我与罗之堂坐在下方靠后的位置，毫不起眼，而2皇子作为长公主的贵宾，则坐在高处，看起来遥不可及，高高在上。时间平静而稳妥的行进，只是在这场宴会接近尾声之时，前方却传来一阵喧闹。我抬起茶盏，
掩住嘴边的笑。好戏就要开场了，来人乃潘国使臣，奉和亲之令而来。此事虽无挑明了说，但众人皆心知肚明。当今圣上欲将长公主独女端宁郡主送去和亲，可长公主怎能情愿？今日之宴也是暗地召集有交情的贵妇，许是灵儿郎早日将郡主的婚事定下，不受虎狼眈眈。而使臣此刻前来，却打了长公主一个措手不及。潘国民风彪悍，使臣大赐献礼，语带挑衅。和亲郡主何在？本就是皇家诡秘，长公主万般设想，终未想过会被使臣摆上台面直言不讳，当即拍案而起。使臣阴翳的双眼凝在长公主身上，吐口极寒冰。长公主，莫不是要违逆皇命？长公主之在进退两难之地，上前一步便将女儿推入深渊，后退一步又成举国罪人。一点星火即可针锋相对，兵戎相向。一道清脆年轻的声音不轻不重地响起：久闻潘国棋艺高超，小女想讨教一番。话题被声音的挑开，使臣眯着双眼，擒住声音的来源。这道声音的主人正是我，不可谓不怯，但我知道我不能怯，于是我站起，在使臣满身杀气中与他遥遥对望。潘国一向粗鄙，如若说对上长公主至少还留有一丝情面，那么对上我便是一丝体面也不会留。他张口便是侮辱。你算是个什么东西？只是他还没来得及说下去，长公主那边已问清楚我的身份，借机出声。她是我朝状元夫人，使臣还望莫要出言不逊。长公主乐得祸水东引，权贵之流，对于可利用之人，向来都是毫不手软，而我也是。既然长公主于我而言有利用价值，那我自当付出同等代价，为她排忧解难。眼下便是一次机会，我自己亲手制造出来的机会。使臣消息再灵通，也拗不过掣肘在他人地盘上。这个消息是我花了一片金叶子，让路边的乞儿替我传到使臣耳朵里的。无论我过去是否畏缩胆小、怯懦自卑，现下我终得站出来，为我双亲，为我江家上下无数条生命。使臣终于将全部目光落在我脸上，更准确来说，是落在我脸上的疤上。他无声的咧嘴，笑得极其残忍，纵然不发一言，也让在场众人皆心照不宣。我心中有什么地方塌陷了下去，又仿佛有什么东西破壳而出。我发现我在笑，甚至连声音都带上了一丝愉快。敢下一场吗？赤裸裸的宣战，长公主忙不迭让人准备棋局。使臣无声的笑慢慢变为实体，化成几声阴恻恻的冷笑。他看了眼长公主，又看了眼我，在他轻蔑的目光中，赌约即刻立下。如若我赢了这场，那潘国人便从此次宴会离开；如若我输了，那便是万劫不复，死无葬身之地。潘国人不必动手，长公主也不会留我全尸。迁怒是上位者的特权，他们的情绪似乎需得用下等人的血方可熄灭。可我不是下等人，我与那使臣盘坐于棋面两端，我捏着有些冰凉的棋子，似乎捏着我江家所有人的命数，包括我自己。而长公主纵然翘首以盼，神色却比方才自在得多。毕竟最多不过再死一个我。我因冒丑不喜交际，久居内宅，曾闲来无事翻看潘国棋谱，对潘国人的棋风有一二研究，但也只是一二。我突然就想起那日秦县问我，你有几成把握？我是怎么回答来着？哦，我说10成。只是这10成里掺杂着多少水分，连我自己都不得而知。我只知道我需要这个机会，这个抛头露脸得权贵青睐的机会，这样我才有缥缈希望能保我双亲无虞。那边使臣棋风强劲，步步围攻，我这边节节败退，所有气力用在防守。围观的众人皆无声摇头叹气，有些人的脸上还带上了幸灾乐祸，当是在暗自嘲讽我这不自量力的强出头。只有罗之堂的掌心附在我的肩上，里面的温热似乎透过轻薄的布料融入我的肌肤。我抬眼看向他，只见他满脸的忧愁，他在真心诚意的为我担心。使臣又下了一棋，嘴角勾起，得意洋洋。满盘棋局，他方成势不可挡的攻城之势，而我方却哭败如无力回天。使臣看向我，只是很可惜，入他眼帘的我没有一丝颓败与紧张。我朝着他，像他方才那般无声的笑得张狂。在此刻，没有性别，没有容貌，没有权力，没有门第，没有国别，只有我和我运筹帷幄的一切。要说四平八稳地下一场，我的赢面是未知的，毕竟对手水平不详，此乃第一次交锋。方才他的种种表现都淋漓尽致地诠释着傲慢这2个字，而傲慢的人必将低估他人，高估自己，这样的人也就不可避免的轻敌，而我要的就是他的轻敌。在使臣惊诧的眼神下，我手执一棋缓缓落下，我看见他的瞳孔在一瞬间缩到极致，一子落，局面骤然反转。围观有懂棋的人不由得惊呼，终于看出了些许门道。我意料之中拿下这场棋局，使臣脸上欲色加深，但也算是信守诺言，一挥手便带走所有潘国人。长公主则意味深长地看着我，众目睽睽之下，我也只是低下眼眸，朝着她扶了扶身子。长公主自然也无心继续这场宴会，在人走的差不多之后，她的贴身婢女悄悄带着我入了内院。长公主倚在贵妃榻，斜眼看着我，轻慢地开口：今日你做得很好，说吧，想要什么赏赐？她像在打发摇尾的狗，而我却在她的散漫中跪下。小女举家身陷囹圄，还望长公主出手相救。
长公主终于直起些许身子，她想了很久，才恍然大悟一般。哦，你姓江，小女江彩。长公主又躺了回去。这事儿啊，本宫帮不了你。预料之中的答案，而我只是说，倘若小女能帮长公主保住端宁郡主呢？长公主正了正脸色，这次终于将目光尽数放在我身上，我就如同一件待价而沽的物时，供她打量。本宫都烦心的事儿，就你。我目光一瞬也没有移开，良久，长公主笑了。本宫会照顾你狱中的家人，但在此期间，你也该让本宫看看你的诚意。我俯身深深一拜，将所有情绪掩埋。谢长公主。从长公主府出来时，天色已沉如墨染，远远望见秦家的乌木马车旁，罗之堂提着一盏暖灯立在风里，单薄的身影在暮色中微微发颤。见我走来，他立刻飞奔上前，脸上是掩不住的狂喜，发髻散乱，鬓边还沾着碎叶，显然已经等了许久。我与秦县今日在长公主府布下的局，从未对他言明，事关江家满门的性命，我不敢有半分松懈，哪怕是对这个心思纯良的姑娘。看着她苍白的小脸，我心头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酸涩。上了马车，我心软下来，补偿班开始教她如何打理秦家的钟馗。我嫁入秦家，做了新科状元秦县的正妻，却始终清楚自己只是个借宿的过客。皇权倾轧之下，人命贱如草芥，我不知自己能活多久，更不知能护秦家多久。若有一日我遭遇不测，至少罗之堂能撑起这个家。罗之堂性子单纯却一点不傻，听着听着便蹙起了眉，小心翼翼地拽住我的衣袖。姐姐，你教我这些做什么？我脱口而出，万一有一天我不在了。话未说完便被他急急打断，眼眶瞬间红得像兔子。姐姐怎么会不在？你要去哪里？我连忙佯装恼怒，别过脸去，说我日后遇上自己的如意郎君，难不成还要守着秦府，给你们操劳一辈子家事？想来是秦县早已同他坦白了我们假成亲的约定。他虽鼻尖泛红，却还是认真地点了点头，声音带着哽咽。那我自会为姐姐高兴的。自那日后，罗之堂便日日黏在我身边，殷勤地学着管家理事。我正为江家的案子四处奔走，焦头烂额，索性将秦家的大小琐事尽数交与他。没想到他看着笨手笨脚，做起事来却井井有条，账目算得清清楚楚，下人也管得服服帖帖。我刚松了口气，他那边却出了天大的岔子。秦家名下的胭脂铺被一个泼妇堵了门，说用了店里的胭脂毁了半张脸。这种事可大可小，往小了说是市井讹诈，赔些银子便能了事。往大了说，若是被有心人利用，便能扣上新科状元纵亲为恶的罪名。那妇人见罗之堂年轻可期，数次改口，从最初要10两银子，涨到了1000两，还扬言要去顺天府击鼓鸣冤。我赶到时，那妇人正叉着腰当街破口大骂。我拢好脸上的面纱，拨开围观的人群，挤到最前面，声音冷得像冰。毁容的胭脂带了没？妇人冷哼一声，将一个摔得半碎的胭脂盒扔到我手里。我凑到鼻尖清嗅，骤然脸色大变，厉声喝道：“这不是我家的胭脂，你竟敢拿假货来陷害我们！”我的声音斩钉截铁，妇人的眉宇间飞快闪过一丝心虚，我心中顿时了然，这一切根本就是她自导自演的骗局。妇人果然强装镇定，尖声道：“盒子都是你们家的，还敢抵赖？你们这群黑心肠的奸商！”我目光锐利如刀，一个空盒子算什么证据？谁知道是不是你捡了别人用完的盒子，装些脏东西来讹诈？妇人气急败坏，扬手就朝我脸上打来。我侧身去挡，混乱中，脸上的面纱被他一把扯落在地，左颊那块胎记暴露在众人眼前。妇人先是一愣，随即爆发出刺耳的尖笑。哟，看看你这张丑脸，该不会是用了自家的胭脂才变成这副鬼样子吧？难怪整天蒙着面纱，原来是怕吓死人啊！周围的议论声此起彼伏，那些或同情或鄙夷或好奇的目光，像一根根针狠狠扎在我心上。这块胎记是我近20年的诅咒，从我记事起，就活在别人的指指点点中。无论我多有才情，多努力，所有人看到的永远只有我脸上的这块疤。我将在原地，一时竟不知该作何反应。就在这时，一道瘦小的身影猛地将我护在身后，是罗之堂。他的声音因极度愤怒而颤抖，却异常坚定。你这个疯妇在乱叫什么？我姐姐比你好看1000倍10000倍！妇人没想到方才唯唯诺诺的小姑娘竟敢顶撞她，更加嚣张。我骂的就是你这个不知死活的小贱人！哼，还有那个丑八怪！说着便伸手去推罗之堂。秦县不知何时出现在人群中，面色冰冷如霜，周身散发着骇人的戾气。妇人见了真正的关老爷，瞬间吓得瘫在地上，连大气都不敢喘。我回过神，整理了一下衣衫，冷声道：“报官吧。”妇人吓得瑟瑟发抖，她本只想讹点银子度日，没想到遇上了我这个较真的主。顺天府的差役很快赶来，秦县却拦住了要跟去的我，转头对罗之堂说：“阿唐，你一个人去可以吗？”
我和江小姐有要事处理。罗之堂毫不犹豫地点头。我可以的，你们去忙吧。临走前，他红着眼眶拉着我的手，愧疚地说：“姐姐，对不起，都是我没用，还让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。”明明他挨的骂比我多得多，明明他才是那个被吓得手足无措的人，却反过来安慰我。我拍了拍他的头，轻轻摇了摇头，他立刻像得了安抚的小猫，破涕为笑。待罗之堂跟着差役离开，秦羡走到我身边，压低声音，语气凝重：“江小姐，二皇子来秦府了，他说他想见你。”我狠狠吐出一口气，悬了许久的心终于落下。赌对了，春日宴上，我故意在长公主面前展露才情，又借着与四皇子的几句闲谈，引得二皇子的注意。我从未妄想凭一己之力让二皇子大发慈悲，保全江家。我要的是让生性多疑的二皇子以为我已经投靠了长公主和四皇子。我赌江家为他卖命多年的情分，赌他不敢轻易将我这个知情人推向敌营。如今他终于肯纡尊降贵，来见我这个弃子了。回到秦府，二皇子正高坐堂上，他生得英俊疏朗，看起来亲和无害，可那双清浅的眸子里却藏着不易察觉的残忍与决绝。他的目光落在我脸上，在胎记处停顿了一瞬，随即笑道：“早便听闻江大人之女是京城有名的才女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”我心头一动，他称我爹为江大人，而不是罪臣江某，这便意味着他默认了江家的清白，也暗示着他还没有彻底放弃江家，或者说还没有放弃我这个尚有利用价值的棋子。我因一拜，谢二皇子抬爱。他不再绕弯子，挥退了所有下人，脸色骤然一沉。江大人入狱，本皇也痛心疾首，只是苦于无法营救。你可知是谁百般阻挠，欲置你江家满门于死地？我故作惊骇，连忙俯身，还请二皇子明示。四皇子，他说的斩钉截铁，语气中满是愤慨，仿佛自己才是那个为江家打抱不平的救世主。若不是我清楚江家本就是他为了自保而亲手推出去的弃子，恐怕真会被他这副惺惺作态的样子骗了。世人总爱驯化女子，教他们三从四德，教他们温顺服从，让他们变得无知软弱，这样一旦陷入困境，便会将随便一个伸出手的人当作救世主。可我不是，我因容貌残缺，自小活在恶意与偏见中，早已看透了人心叵测。他让我早早明白，女子的福气从不是靠容貌和依附男人得来的，只能靠自己。二皇子离开不久，罗之堂便回来了。他昂首挺胸，兴冲冲地跑到我和秦羡面前：“姐姐阿谢，我可厉害了！那妇人在公堂上还嘴硬，我学着你的样子跟她对峙。关老爷说证据不足，明日再审。”他以为没有定我们的罪就是胜利，可我和秦羡却对视一眼，脸色都沉了下来。那妇人明明已经心虚胆怯，怎会在官府里反而气焰更盛？唯一的可能就是有人在背后给他撑腰。而秦羡刚入官场，为人正直，并无仇家。这局分明是冲着我来的。正思忖间，婢女来报，长公主邀我去湖心泛舟。长公主慵懒地靠在软榻上，漫不经心地拨弄着腕上的玉镯，连眼皮都懒得抬。本宫交代你的事，你办妥了。我垂眸躬身，小女有一计，可解端宁郡主和亲之困，只是需长公主与郡主配合。说，让端宁郡主主动向圣上请旨，愿远嫁潘国和亲。长公主蹙眉，抬眼看向我。继续说。我叩首在地，声音带着恰到好处的颤抖。郡主主动请婚，必会引起潘国使臣的怀疑。届时我们暗中散布流言，就说郡主失仪，腹中有子，才急于远嫁避祸。潘国素来重礼，必然不会接受这样的王妃，和亲之事自然作罢。话音刚落，一只白玉茶杯在我耳边轰然碎裂。长公主的声音冰冷刺骨，像来自地狱的恶鬼。你放肆！竟敢如此毁坏我儿的名声！我猛地抬头，一字一句道：“名声与性命相比，孰轻孰重？若郡主真的远嫁潘国，此生便再也回不了中原。长公主难道要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女儿客死他乡吗？还望长公主三思。”她沉默了许久，久到我以为她会下令将我扔去喂鱼，才终于沉声道：“下去。”我知道她会同意的。第二日审讯，秦羡需进宫上朝，我便与罗之堂一同前往顺天府。那妇人果然满脸得意，时不时用挑衅的眼神看向我们，还频频给堂上的县太爷使眼色。我只是冷笑，他不过是没用完急气的棋子罢了，还真以为自己抱上了大腿。果然，没等我多说几句话，县太爷便以证据不足，纯属讹诈为由，下令将妇人拖下去重打30大板。随后，他堆着谄媚的笑容对我说：“秦夫人，后院有人等候多时了。”我心中了然，跟着他来到后院的凉亭，石桌旁坐着一个锦衣男子，他容貌俊美绝伦，气度轩昂，正是四皇子。你终于来了。他笑着开口，语气熟稔的仿佛我们是多年的老友。听闻秦夫人奇技卓绝，不知本皇可有柔幸讨教一二？我躬身行礼，请四皇子赐教。一局终了，我故意输了半子。四皇子捻着一朵盛开的红花，似笑非笑地看着我。秦夫人是看不起本皇，
故意让骑？我垂眸，小女不敢，只是心中挂念父母，难以专注棋局。他挑眉，将红花凑到鼻尖轻嗅。哦，说来听听。不知那讹诈的妇人，四皇子打算如何处置？他受人指使，故意陷害秦家，背后之人，想必四皇子比我更清楚。四皇子淡淡道：“按律处置罢了。”我心头一震，他这是在明明白白地告诉我，江家也会如这妇人一般，背负莫须有的罪名，永无翻身之日。我本以为他今日见我，是想拉拢我与二皇子抗衡，可如今看来，他只是想戏耍我，看我在绝望中挣扎的样子。我压着心头的怒火，起身行礼。既然如此，小女便先行告退了。急什么？那妇人屡次行骗，作恶多端，这次却栽在你手上。秦夫人这般才智，与其跟着二皇子那个伪君子，不如查查真正想将江家赶尽杀绝的人到底是谁。我思忖片刻，抬头道：“小女有一事相求，若四皇子能让我去狱中见父母一面，我便考虑四皇子的提议。”结盟本就是我计划中的一环，谁有诚意，谁能真正帮我救出父母，我便与谁合作。只要我还有利用价值，就有谈判的筹码。在四皇子的安排下，我终于见到了阔别半年的爹娘。狱中阴暗潮湿，爹娘憔悴了许多，好在身子骨还算硬朗，想来是四皇子暗中照拂过。阿爹一见我，立刻沉下脸，厉声喝道：“你来这里做什么？这是你一个女儿家能来的地方吗？”我将带来的食盒打开，把精心准备的饭菜一一摆好，平静道：“若是这次筹谋失败，我下半辈子便来这里陪你们。”爹娘脸色煞白，阿爹颤声道：“你胡说什么？我们不用你救，你好好在秦府过日子，就是尽了孝道了。”阿娘也含泪劝道：“是啊，彩儿，朝堂之事凶险漫天，不是我们女人家能掺和的。听娘的话，别再管了啊！”为何不能？我终于忍不住，眼泪夺眶而出。你们自小夸我有才，说我若身为男儿，定能金榜题名，光耀门楣。可江家危难之际，你们却将我蒙在鼓里，什么都不告诉我。你们说过我是你们唯一的女儿，会永远相信我。可在你们心中，我就是个只能躲在男人身后享福的废物吗？你们以为把我推给秦家，我就能安安稳稳过一辈子吗？看着你们身陷囹圄，我怎么可能心安理得的活着？若连自己的父母都救不了，我读再多的书，有再多的才情，又有什么用？我的失态害住了他们。良久，阿爹才长叹一声，浑浊的眼泪落了下来。彩儿，是爹错了，是爹看清了你。他终于对我和盘托出，原来江家落狱后，二皇子曾秘密向圣上谏言，要将江家满门即刻处斩，以证他与叛党毫无瓜葛。阿爹起初不信，直到深夜有蒙面人潜入狱中行刺，他认出那蒙面人是二皇子身边最得力的暗卫，而救了他们的正是四皇子。阿爹紧紧握住我的手，声音沉重：“彩儿，记住，皇室之人汲汲营营，皆为权欲，没有一个是可以信任的。你一定要小心，保护好自己。”回到秦府时已是深夜，正厅里还亮着一盏暖灯。秦宪坐在桌前看书，罗之堂歪在一旁的椅子上，睡得正香。秦宪见我回来，轻轻推醒罗之堂：“阿堂，江小姐回来了。”罗之堂迷迷糊糊地睁开眼，揉了揉眼睛，嘟囔道：“姐姐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我等了你好久。”话没说完，又头一歪，睡了过去。秦宪无奈地笑了笑：“他非要等你，说你不回来，他睡不着。”我走上前，替罗之堂盖好身上的薄毯，轻声道：“我又不是小孩子，有什么好等的？”他沉默了几秒，看着我，眼神温柔而真诚：“一家人，该等的。以后早些回家，我们都很担心你。”温热瞬间涌上眼眶，我连忙别过头，假装是风沙迷了眼。端宁郡主主动请旨和亲的消息，果然在京城引起了轩然大波。潘国使臣得知流言后，勃然大怒，当即表示不愿接受失贞的郡主。长公主趁机在圣上面前哭诉，最终圣上同意以3座边境城池为代价，取消了和亲。我以为此事就此了结，却没想到长公主竟将郡主名声受损的怨气全都撒在了我身上。那日我与罗之堂外出采买布料，光天化日之下被蒙面人掳上马车，粗绳勒得手腕生疼。我强作镇定，提出秦家愿付赎金。别伤人，要多少钱秦家都给。为首匪徒却冷笑：“你的买命钱早有人付了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”我心头一沉，试探提及长公主：“是长公主派你们来的？”匪徒眼中闪过的诧异已然默认，可他们并未立刻动手，反而将我们押往郊外破木屋。正思索脱身之法，罗之堂忽然拉我衣袖，他竟用磨得血肉模糊的手腕攥着锋利石头磨断了绳索，又一言不发绕到我身后解开束缚。我又惊又喜，原来这个总爱哭鼻子的小姑娘
远比我想象的勇敢。趁匪徒去院子吃饭，我们破窗而逃，拼尽全力向来路狂奔。可跑了许久，身后竟无半分追兵。我猛地停住脚步，不对劲，一切都太顺利了。匪徒那句绕了点路，故意在饭点离开的破绽，还有长公主虽恨我，却绝不会用如此拙劣手段杀人的认知，在脑海中瞬间串联。就在这时，前方传来马蹄声，二皇子掀开车帘，露出温和的笑脸。江小姐、罗姑娘，本皇接到消息，立刻赶来。你们没事吧？果然，这场绑架自始至终都是他的手笔。他想让我误以为是长公主要杀我，断了我投靠与长公主交好的四皇子的念头，再演绎出英雄救美，让我死心塌地为他所用。可惜我早从阿爹口中得知了真相。坐上二皇子的马车，罗之堂靠在暖炉旁小声说：“江姐姐，二皇子殿下真是个好人。”我笑着附和，心知车外满是耳目。回到秦府，秦宪紧绷的身子终于放松，向二皇子躬身道谢。二皇子拍着他的肩，意有所指：“这是本皇与江家、秦家的缘分。”待他走后，姐姐，二皇子不可信，他笑的时候眼神没有温度。我们跑出来时，他的车队就在不远处等着，分明是故意等我们自己现身。我刚才说他是好人，只是顺着他的意罢了。我怔怔看着他，忽然笑了。原来他什么都知道，看似单纯，实则心思通透。我握紧他的手：“阿唐，我要把所有事都告诉你。从今天起，我们3个人一起面对。”入夜，秦宪敲开我的房门，我让婢女去叫罗之堂。秦宪有些惊讶：“你真的要告诉他？”我点头。既然要共进退，就不该瞒着他，让他蒙在鼓里，才是最危险的。烛光下，3人围坐。秦宪说二皇子依旧用利益利诱，许诺事成后为江家平反，提拔他为礼部尚书，想把秦家变成第2个江家，做他夺位的垫脚石。但我绝不会让历史重演。几日后，四皇子暗中派人递信，邀我在醉香楼相见。我与秦宪一同前往。四皇子所在的厢房异常肃静，他开门见山，眼神灼热：“既然你选择本皇，本皇定不会亏待你。登基之日，必还江家清白。你想要什么都给你。”话音刚落，他竟不顾秦宪在场，伸手想挑我的下巴。秦宪立刻挡在我身前，沉声道：“四皇子，请自重。”四皇子嗤笑：“有名无实的假夫妻，装什么琴瑟和饮？秦宪，你新婚不到1个月就抬了罗之堂做姨娘，心里根本没有他吧？本皇欣赏你，你与那些只会依附男人的女子不同，跟着我，将来母仪天下也未可知。”我低下头，摆出娇羞姿态，心中却一片清明。他们都因我脸上的胎记认定我自卑入骨，甘愿做任人摆布的棋子。可他们错了，他们用一张脸否定我的全部，却不知道我清楚自己是谁，想要什么。回府路上，秦宪不停道歉，解释他与罗之堂自幼定亲，感情深厚，答应与我假成亲只是为了护我周全。我忽然问：“那你当初为何同意我爹娘给阿唐送婢子汤？”秦宪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：“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会阻止。我了解你，你心善，见不得女子受委屈，你会教婢女识字，会阻止江夫人把犯错的婢女卖进窑子。我知道你绝不会让阿唐落得那般下场。”我怔住了，原来在我深陷黑暗苦苦挣扎时，也曾照亮过别人。原来我早已在不知不觉中长成了独立、强大又温柔的人。时光飞逝，2年转瞬即逝，圣上龙体抱恙，储位空缺，二皇子与四皇子的夺位之争已到白热化。这2年，我与秦宪假意投靠四皇子，为他刺探二皇子情报，深得信任。但我们真正的盟友，从来都不是他。决战前夜，秦宪深夜回府，浑身沾满露水，眼神却异常明亮。明日便是决战之时。罗之堂紧张的手心冒汗，问他有几成把握。秦宪笑着说：“10成。”我也笑了，世上哪有10成把握的事，不过是相爱的人互相宽慰罢了。但我们知道，已经做到了极致。翌日，京城看似平静，实则暗流涌动。我与秦宪一早被四皇子召去，他命秦宪潜入皇宫，以护驾为名守在老皇帝身边，待他攻入寝宫便逼迫传位，而我则被留在他身边，当作要挟秦宪的人质。我与秦宪对视一眼，恭敬应下。夜色降临，哨声划破寂静，喊杀声震天。四皇子手握二皇子的布防图，很快平定叛乱。二皇子死于乱刀之下，他意气风发，带着我闯入老皇帝寝宫。龙床上的人影背对着我们一动不动。秦宪立在床尾，朝他点了点头。四皇子得意大笑：“父皇，儿臣来看您了，识相的就交出玉玺，儿臣还能给您留个全尸。”你想给朕什么全尸？浑厚威严的声音从侧门传来，圣上身着龙袍，精神矍铄地走进来，身后跟着无数御林军。四皇子脸色煞白，猛地看向龙床，只见八皇子从床上坐起，笑得一脸无害：“四哥，好久不见。”四皇子如遭雷击，目眦欲裂地看向我们：“是你们设计本皇！”老皇帝挥了挥手，御林军一拥而上将他制服。方才还高谈阔论成大事者不拘小节的人，此刻竟瘫倒在地痛哭求饶，模样无比讽刺。老皇帝看向我和秦宪：“你们护驾有功，
想要什么赏赐？我深深一拜，声音哽咽却坚定：小女乃江家独女江彩，家父遭四皇子诬陷叛国，恳请圣上明察秋黄，还江家清白，放我父母出狱。老皇帝深深看了我一眼，缓缓道：朕准了。轻飘飘3个字压在我心头，2年的重担终于卸下，我忍不住泪流满面。接爹娘出狱那日，天朗气清，一家3口相拥而泣，所有委屈与苦难烟消云散。阿爹拍着我的背，老泪纵横。彩儿，爹为你骄傲。阿娘主动握住罗之堂的手，含泪道歉当初的怠慢。罗之堂连忙摆手，脸涨得通红。风波平息后，我与秦宪一同向爹娘提出和离。阿爹沉默片刻，点了点头。该是如此，你们本就不是一路人。彩儿，你值得更好的。官府流程走得很快，和离文书上写着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。和离后，我搬进江家老宅。新帝8皇子登基后推行新政，开设女科，允许女子入朝为官。我毫不犹豫报名，放榜那日高居榜首。新帝亲自前来道贺，他笑容爽朗。江彩，当年若不是你冒死进言设下此局，今日坐在龙椅上的绝不会是我。我疏离的躬身行礼，君臣有别。他看着我，眼中带着狡黠与洒脱。不急，江彩，我们来日方长。阳光洒在他身上，也洒在我脸上。我望着远处湛蓝的天空，心中一片澄澈。属于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